道指已经蓝烛消失收阳线确认加底部九结构，纳指跟标普500呢则已经蓝烛消失，并且收到了一根十字星的形态。美股即将要变盘了吗？这里会否又是一个低吸的底部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英伟达财报来临之际，出现了一个反包阳线的一个形态，这里应该如何去操作？Circle 跟 MSTR 呢，已经完成了我们89块2毛3的阻力，跟125块8毛1的阻力了。接下来能否继续的抬高目标价 ？Circle 的100块钱还能来临吗？闪迪美光呢，则齐齐出现了散户割肉的形态，底部什么时候到来？如果您现在呢也在关注这一些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8月26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呢，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美股呢三大指数齐收十字星，能变盘向上吗？这个是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第二个部分呢，讲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一个的话呢是特斯拉，一个是英伟达 AMD、美光、闪迪、Circle、MSTR、LITE、APP 以及呢一个 AMAT 啊，忘记了给它写上了。然后我看到是有一个学员去留言的 ，APP 的话呢是已经出现了价格便宜的一个确认，能否在这个位置起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到的内容。那如果手上有股票，但是 Josie 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老规矩，先赞后看，股市长望。那接着呢，我们进到今天正式的内容。那第一个来看的话呢，是整一个纳指的这一个日线走势图。纳指的话呢，我们能看到它已经在这个位置呢，连续出现了3根的这一个蓝烛的状态。并且呢，在这里跌到了缺口附近的位置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带有长下影线的这样的一个阴线。所以在昨天开盘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在行情广播当中，我就跟大家去讲到了啊，因为我们在每天的大概来讲呢，就是5到6点钟的这一个时间，都会给大家呢去写一下这一个行情广播，说一下呢我们大盘跟个股的操作策略。因为纳指当时的话呢，它是继续蓝烛的，所以我就一直跟大家讲，就是继续的观望就好，要等蓝烛呢消失收阳线突破之后再进场。好消息的话呢，是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已经打到了缺口下沿，最后收盘价呢收了上去，说明这一个支撑呢它是比较不错的。看一下能否在缺口下沿的位置蓝烛消失确认，可以的话呢，那么这一轮的一个调整应该呢就已经差不多了。当然稍微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就是刚讲完之后呢，昨天它是在这里收到了一个呢阳线啊，虽然这个阳线是一个十字星，不算呢特别确认的这种形态啊。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呢它在昨天收到的是一个呢带有实体的这样的一个阳线的话，那估计来讲这个位置的一个调整应该呢就已经差不多。那么这里呢应该就是我们选择要进场的一个阶段。当然稍微比较遗憾的点，它昨天收到的是一个十字星，所以如果说还没有进场的学员，我会建议呢大家可以再等等啊，可以再稍等一下下，可以再来一根阳线去确认呢这个位置已经调整结束了，那么再去进场呢，我觉得会更加的安全一点。所以如果你已经进场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呢，就是仍旧以这一个缺口下沿的位置，大概来讲呢 25,967.44 的这一个价格作为一个防守位。反过来阴线给它跌破的情况下，那我们呢就先止损出局，很有可能它在这一个位置回踩多方带失败的。那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信号，它在这个位置当中呢，它能止住的，没有反过来给它跌破的，那你进场的话呢，你又暂时的去拿下，看一下呢，它前期的这个高点的阻力，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还没有进场的，因为我们能看到昨天它在这里是不是收了一个十字星？没有进场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呢看一下它这一个十字星能不能呢收一个。它的这一个高低点是在 26,034.35 到 26,225.83， 看一下它在这里，它选择呢一个阳线突破它的一个高点的，最好是一个实打实的阳线啊，那就说明这里确实来讲十字星的变盘选择向上，蓝烛消失也收阳线突破了，那么这里应该就是一个呢指标共振的这一个买点，我就可以考虑呢在这里进场了。相反，
没有收到一个阳线给它突破的情况下，它反过来收到的是阴线跌破的，那我们心里边有预期啊，这里可能还没有启动，那我们就再等等。所以已经进场的我就没有办法，我们就设置好这一个止损价。没有进场的再来一根阳线，最好这一根阳线能把十字星的高点给突破，形成一个指标共振的这样的一个买点，那么我在这里进场呢会更加的安全一点。好吧，这个是讲到纳指的十字星跟它的蓝烛，那接下来给大家去讲一下它的一些关键的这一个价格啊，能看到的一个点，从这一个历史高点到它的低点往上去看的话呢，目前来讲往上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关键的阻力位的话呢，大家都知道的，可能就是在缺口这里，缺口的话呢，大概是在26,456.78到26,626.37。这个价格如果能进行一个阳线突破的话呢，那么刚才讲到的这个位置的高点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因为目前来看，从现在的这个股价到这一个高点中间，唯一的这一个阻力就是在缺口的这一个价格，看一下它能不能呢进行一个实打实阳线的回补，实打实阳线的一个回补了的话呢，那我们就看前高，这个价格能突破的，那我们再看历史新高。当然在这一个缺口跟这一个前期高点的这个位置中间还有一个小小的阻力，它是有一点的，但阻力不是特别的大啊，就是在 0.809 的这个位置，大概来讲在 26,662.12 的这个价格，跟这一个缺口上沿的位置是比较的接近的啊，有一点点小阻力，但是的话呢，最大的这一个阻力仍旧是在缺口这里，这里能突破的话，我觉得它要创新高是没有问题的，这里没能进行一个阳线回补的，那就要谨防它就是探一下这个缺口之后又再次下来的，那你要谨防它会不会形成一个呢顶再降低的这样的 M 双顶的一个形态。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纳指，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道指。道指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啊，前面在这里跌下来的时候，它既是一个9号 K 线，又蓝烛销收阳线，而且的话呢，它是一个1号 K 线是一个实打实的阳线，突破了蓝烛的这一个高点，也突破了这一个反包阳线当中阳线的高点，所以当时就跟大家讲过，这个位置呢，道指已经调整结束，并且呢，确认了它在这里要有这一个往上去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有这个道指的这个学员，还是那句话，以9号 K 线作为一个防守位，大概来讲52,754.9的这个价格，没有反过来给它跌破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位置它是要起的啊。再给大家讲一遍啊，就这个位置当中，它没有再收一个阴线给它跌破的情况下，那么这里它应该就调整结束，它要起了。反过来给它跌破的，那没办法啊，该止损的止损，该止盈的话呢，也得止盈离场。那这个呢是我们的防守位。往上去看的过程当中，因为前期的这一个历史高点的话呢，距离现在的这一个股价，这价格来说不是特别的这一个大啊，所以中间的这一个阻力的话呢，也没有那么的多。你看一下，它目前的一个反弹已经突破了 0.382，现在的话呢，往 0.5 跟 0.618 去看。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两个价格相差来说大概就是在240个点左右，不是特别的大。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啊，就是第一个就是53,749.62，一个是在53,984.37，这两个价格都能突破了的话呢，那我们再看一下它前期的这个高点，前期的这个高点是一个呢带有长上影线的这样的一个射击之星的一个形态，还是一个黄烛消失收阴线确认。应该来讲，这个位置的阻力会特别的大，能一举突破的话呢，那基本上它肯定会带着纳指跟标普500啊一起就起来了，好吧？那这个是讲到的道指，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比特币。最近比特币的话呢，基本上都是大涨的一个状态啊，就带着这一个相关的一个个股，比如说像 HOD 啊、像 Circle 啊、像 MST 啊等等，都已经呢出现了一波非常强势的这一个上涨。那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一个比特币从底部起来到现在，已经走到了上涨结构9，并且9号 K 线的话呢，还黄烛消失收阴线。截止到我做这视频的一个阶段啊，它现在呢还是收到的一个阴线。所以有这一个比特币相关的一些学员的话呢，注意一下啊，以9号 K 线的这一个高低点，你给我画一个这一个箱体啊，它的一个低点在77,850点，然后高点的话呢在81,255，看一下它在这里。
是选择一个阴线跌破呢77850点的。那我们先边有预期啊，这个位置它短期都差不多，它可能要有一个回踩的一个需要。那么也意味着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像稳定币或者像 MST 啊等等这一些比特币相关的一些个股，它肯定的要有回踩的一个需要。那没有收到阴线跌破它的，它选择的是一个阳线突破呢81255点的，那就意味着呢这个比特币在这里它是一个中继九，上面呢还有可能会有一波呢49结构在等着大家，那我就可以继续的拿着，好吧？所以有的学员看好呢这两个价格。OK， 以上的话呢是我们第一个部分要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帮助的话呢，记得呢帮 Josie 呢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订阅多了之后呢，这一个平台呢才会把我们的视频呢推给更多的学员去学习。那订阅我们这一个频道了之后呢，我们会在每周二跟周五的时候呢，会有这一个直播的分享，每周三跟周天的时候会有视频的这一个分享。那好吧，那接着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部分，来看一些个股的一个操作策略。个股操作策略，首先第一个来看的话呢，是特斯拉。特斯拉它在周一的时候呢，收到了一根我们讲到的啊，类似于这一个倾盆大雨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因为这一天它低开，并且呢，它的收盘价收在了这一根大阳线的收盘价之下，并且它还跌破了我们讲到的一个防守位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周一开盘之前的时候，我们给大家讲过。K5 当时的话，它还是一波上涨的49结构，昨天的收盘价没有收在5号 K 线的收盘价之上，然后的话呢，上涨结构已经消失不见。你可以看一下啊，在8月24号就开盘之前，我就跟大家去讲过，就是呢这一个有特斯拉的这个学员的话呢，你可以以它的一个 K5 的一个高点，大概来讲351.6毛2呢作为一个止盈位。反过来阴线跌破的话呢，你就离场；没有跌破的，你可以拿着呢看一下缺口上沿的一个位置。那在这里当中，我们看到它在周一的时候收了一个阴线，跌破了我们讲到的这一个5号 K 线高点的一个防守位。所以其实如果你说我选择在这一天当中呢去离场，我是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的啊，因为我们从底部这个位置让大家去进场，到现在的话呢，中间的这一个涨幅应该来讲也有10几20%了，那么吃鱼吃中段就行了，没必要说我一定要买在最低点啊，卖在这一个最高点，这个谁也做不到。我们只要把这一波将近20%的一个涨幅，我哪怕拿一半，我拿到10个点，那么也很厉害了啊。那么回到目前的这一个特斯拉身上，如果已经止盈了的这一个小伙伴，你可以干嘛？可以等它呢回踩到多方带的位置，因为目前来讲，它的股价距离这一个多方带其实是非常的接近的。回踩到多方带了之后，能收到我们讲到的6种呢这一个止跌的这一个形态的，那我就可以考虑在这里进场了。没有收到这6种止跌形态的，那我们就可以呢再等等，就说明了它还有继续往下去调整的一个空间。那这个是针对已经止盈了的，没有止盈的这一个小伙伴怎么办？没有止盈的话呢，你可以干嘛？以今天走出来的这一根是有一点类似于一个射击之星啊，而且它的这一个上影线比它的实体可以说是大非常多倍的，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今天的这一个世纪之星的一个低点，大概来讲站在349块2毛钱左右，收到一个阴线，反过来给它跌破了的情况下，那我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在这里呢就先止盈离场了。因为它回调这一个多方带的时候，它不一定能踩稳，能踩稳的话，那我重新再进场；没能踩稳的话呢，那我就要注意一下，这一波只是一波呢比较大级别的反弹行情而已，不是真正的反转行情。所以一旦跌破我们的防守位的时候呢，该止盈的一定要止盈，该止损的话呢也得止损。那么往下的过程当中，哪些的这一个价格有这一个支撑？第一个关键支撑的价格的话呢，应该是在0.382的位置，也是呢这一个飘带上沿的一个价格，大概来讲340块1毛钱左右啊。那这个是第一个关键的支撑。第二个关键的支撑，它可能会去到多少？会去到呢331块9毛4的这一个价格，临近于呢飘带下沿了。那这两个是相对来讲比较不错的一个支撑，好吧？那这个是讲到的特斯拉，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英伟达。英伟达呢即将财报来临了啊，对于这一个达哥的话呢，财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它要符合大家的预期，甚至于呢大潮市场的预期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往往呢，市场对于这一些优秀的学生的话呢，他的一个要求呢会更加严格啊。他不单单呢你得大超预期啊，你还得呢所有的不管是指引啊，还是其他的一些方向，都得符合市场的这一种预期，那么它才有可能涨起来啊。不然你回看一下英伟达之前每一次的这一个财报其实都不差，但是呢财报出来之后呢走势都不大好。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有些学员问到说，我要不要在这一个位置，在这一个财报即将来临之前，然后的话呢，我去赌财报，我一般是不大爱去赌财报的啊。那如果说你一定要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些财报或做一些期权之类的，那你可以呢去做一个双开的一个期权。那如果说单纯的从技术分析的这一个角度上去看的话呢，昨天的这一个英伟达它已经干嘛？蓝烛消失收阳线了，但稍微比较遗憾。这一根阳线的话呢，它没能突破呢蓝烛的一个高点啊。最主要的点的话呢，它的这一个实体实在太长了，收出来了一个呢反包阳线的这一个形态。给大家讲过，出现反包阳线，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它在这里究竟是选择向上还是选择向下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反包 K 线它是用来判断什么？它是用来判断了市场它接下来的一个变盘的一个方向的。所以如果说呢，单纯的从这一个技术分析的角度上去看，今天的这一个英伟达已经即将要变盘的一个阶段，它是出现了一个反包阳线。反包阳线的话，一般来讲，向上的概率呢会比向下的概率要大。那怎么样去判断呢？它在这里究竟是会向上还是向下的一个问题？那么建议大家呢，以反包阳线当中阳线的高低点210块1毛1到214块7毛3的这个价格作为一个防守位。反过来收到阴线给它跌破的情况下，那么它在这里选择呢变盘向下。那如果说它在这里呢收一个阳线突破呢这一个阳线的这个高点的，那就说明它在这里选择向上去变盘，那我就可以进场。进完场之后呢，一定要设置好防守位啊。正常的情况下，它应该是以阳线低点的一个价格作为一个防守位，但是估计来讲啊，它真的就是财报的话，一般都容易大涨大跌，所以这里也是为什么 Josie 呢就建议大家呢，如果说要操作的话，可以去开一个双开的这一个期权的一个原因，好吧？那对于已经进场的学员的话呢，你可以以蓝烛的这一个低点，大概来讲207块2毛5的这个价格作为一个止损价。反过来给它跌破的情况下，那我就止损出局，没有跌破的，那你又暂时再去拿一下下。这个是针对呢英伟达给大家讲到的点。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 AMD。AMD 的话，我前面给大家讲过啊，就是我觉得它的一个性价比不高啊，很大的一个原因啊，是因为它距离这一个飘带已经非常非常的近了啊。它昨天是涨了还算比较不错的啊，真的就是已经在这一个半导体板块应该是涨得比较多的，涨了4.91%。但是你说我的观点有没有改变？其实我没有怎么改变，因为到目前为止，其他的个股都是处于这一个多方带阶段的时候 ，AMD 它是处于一个空方带，并且到目前为止，今天已经反弹触及到这一个空方带了。你一旦触及到空方带，我们就得谨防它会不会就是反弹什么时候要结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说呢已经有了这一个 AMD 的学员，上方的主力关注一下。第一个主力的话呢是在0.382的这一个价格，大概来讲485块4毛2。第二个关键的主力呢是在0.5，也是呢缺口上沿的位置，属于呢有双重的这样的一个主力，大概来讲在504块3毛8。这两个呢是英伟达往上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两个主力，它想转为这一个反转行情，它这个缺口它是一定要去补的，没能把这个缺口给回补的一个情况下，它是比较难的去形成反转的。所以你心里面有预期啊，哪怕昨天涨了4个多点，你也只能在这个位置把它当成一波反弹的这一种行情，而不是呢把它当成一波反转行情。它的这一个反转行情真的是除非它能把这个缺口给补上，不然的话呢还只是一个反弹的行情而已。那已经进场了的学员，你可以以缺口下沿作为你的防守位，468块5毛4。没有收到阴线，反过来给它跌破的情况下，那你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反过来给它跌破了的话呢，那你心里边有预期啊，
它就会变成一个呢空方强势多方弱势的反攻缺口，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这一个风险。所以有的学员第一个关注的就是这一个飘带又临近这2个重要的这一个阻力位，会不会反弹结束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一个缺口下沿的这一个位置，看一下能不能是一个3天不回补的缺口。好吧，以上是讲到的 AMD，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闪迪。闪迪从这个高点让大家离完场之后呢，到目前为止中间虽然出现过反包阳线，但是的话呢，因为没有向上突破，所以一直让大家等待。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在周一这一天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的一个散户割肉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你回看一下闪迪在前期的这一个几次的这一个底部，这里也是一个散户割肉然后启动的，这里也是一个散户割肉然后启动的，但是因为当时他们都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状态，跟现在的话还是稍微比较不一样的因为它处于空方带的时候，它反弹来讲稍微来说呢，就是空间会比较有限，但是如果它是处于一个多方带的，那么一旦呢出现这一个散户割肉能确认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应该来讲它在这一个位置呢会形成的是一波上涨的行情，它就值得大家呢去关注了。但稍微比较遗憾的一个点就是闪迪到目前为止这一个散户割肉还没有确认，所以呢让大家呢再等一等什么时候能确认呢？最少它得给我收一个阳线，突破散户割肉的这一个高点，也就是说这一根十字星高点的一个位置，大概来讲1517左右，那么才可以考虑呢在这里呢要不要去进场。最好的话呢，其实正常情况下它应该是要把缺口给补上，那这个位置去进场其实才是最为标准的。那如果说你觉得等它回补完缺口之后再进场有点这一个迟的话呢，那你最少它得等一个阳线突破呢这一个1517的这个价格才可以去进场。那如果说那进完场之后呢，以这一个散户割肉也就十字星的这一个低点，大概来讲1416.56的这一个价格呢作为一个止损价，反过来给它跌破的，那我就止损出局，没有反过来给它跌破的话呢，那我就暂时再去拿一下。这个是讲到的闪迪。那接着给大家讲到的是美光。美光的话呢，跟闪迪一样，也是出现了散户割肉的这一个形态，当然也是一样的它虽然收到的是一个阳线但这根阳线的话呢，没有突破呢这一个散户割肉的这一个高点，形成了一个反包阳线的这一个形态。反包阳线的这一个出现，一定要看一下它在这一个位置去选择向上去变盘还是向下去变盘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呢想要进场这一个美光的这一个小伙伴的话呢，我给大家的这一个建议，它最少来讲也是得收一个阳线，最少呢它得把这一个缺口1/2的一个价格，大概来讲呢是在947块3毛6的这个位置跟今天的这一个反包阳线的高点它是比较的接近的它最少它得给我收一个这一个阳线突破这个位置，我才可以考虑进场。没有收一个阳线给它突破的情况下，那我会建议大家呢再等等那如果说我就已经进场了的，我没办法，那我该怎么办呢？那你只能给自己设置一个防守位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后边真的收一个阳线突破它的情况下，也得设置好防守位。防守位的话呢，你可以设到散户割肉的这个低点的位置，大概来讲887块6毛1的这个价格作为一个防守位。好吧，这个是讲到的美光。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Circle。Circle 的话呢，前面这个底部已经给大家讲腻了就是当时在这里横盘震荡，我就跟大家讲过，它是跟比特币跟这一个黄金一样，都是一个筑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时在8月7号这一波的时候，我就已经让大家进场了，然后一路的咔的去补缺口了。Circle 的话，在周一出现了一根13号 K 线的一个形态其实今天是极致低开，最后收盘价收了上去的，而且它收盘价还是收的比较高的，收在了92块02的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已经把这一个缺口上沿的位置都给非常完美的回补了这个是我稍微来讲比较开心的一个点。那如果说回到这一个13号 K 线身上的话呢，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收盘价把这一个13号 K 线的高点给突破，所以有的这个学员呢，还是要设置好这一个止盈位。止盈位的话呢，还是得看13号 K 线的一个高低点，低点86块6毛4，高点92块3毛1，反过来收一个阴线跌破它的低点的，那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一个位置呢止盈离场。没有反过来给它这一个位置给跌破的，收阳线突破呢92块3毛1的这一个阻力位的，
那基本上我们讲到的坚定100块钱，我觉得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反过来跌破的话，那我们就离场了。毕竟现在的话呢，才新的一轮的49结构当中，它只是一个5号 K 线，距离9号 K 线呢还有4个交易日的时间。看一下呢，它这一根13号 K 线能不能呢是一个强势13？如果它收阳线突破它的高点，形成强势13的，那么这一轮它就能大概率走到9号 K 线。反过来，它收的是一个阴线，跌破呢它的这一个13号 K 线的低点，形成的是一个弱势的13的，那就意味着呢这一轮已经差不多，那我们就先呢止盈离场。所以有的学员以13号 K 线作为你判断的一个标准，同时的话呢，它今天还走出了一个呢阳包阴的这个形态，还相对比较强的看一下吧，13号 K 线能不能守住。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 Circle 的一些关键的价格假设说呢，你是做这一个短线的做波段的话，你就可以以我刚才讲到的13号 K 线的低点作为呢你这一个止盈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如果你是做短期的，觉得跌破这里的话，稍微来讲呢，价格回吐有点多的，做短期的，那你就干嘛？你可以以我刚才讲到的 0.382 的这个价格，89块2毛3的这个位置作为你的止盈位。短期反过来收阴线给它跌破的，那我们就走了。没有反过来给它跌破的话呢，那我们暂时的拿着。往上去看的话呢，下一个这一个阻力位应该就是在这个第3个缺口的位置，103块7毛7到104块2毛6。看一下能不能呢直接在这一个位置突破1000块钱的关卡。好吧，这个是讲到的 Circle。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 MSTR 的话呢，跟这一个 Circle 一样，也是呢经过了非常时间的这一个震荡完之后，一个倍量阳线突破了这一个横盘箱体，然后起来的。那么对于这一个 MSTR 的话呢，我们在8月21号，也就是在这一天的开盘之前，我们就跟大家去讲过了它的这一个阻力位是多少？125块8毛1。当时在这里的话呢，它的最低价才108而已。然后呢，我们就跟大家讲过，目标的话呢，直接看多少？125块8毛1了然后比较开心的一个点，今天最高价已经来到了128块6毛6，收盘价收在了126块8毛3。跟我们讲到的这一个呢主力位的话呢，差了1块钱，已经非常圆满的收了一个阳线，突破了 0.32 的这一个价格，所以相对来讲 Josie 还是比较开心的有跟上的这一个学员，估计来讲这一波呢也是抓的比较不错的。那么回到 MSTR 身上的话呢，那已经进行了一个突破，那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这个价格究竟能不能企稳的一个问题。看一下呢，125块8毛1的价格能不能再收一个阳线站在它之上，能站在它之上的，那估计来讲它应该要打开上涨空间了，这是从价格上给大家讲的点。那第二个的话呢，从指标上去看，目前来讲它还是一个超买的这一个状态，才上涨结构5，距离结构9也是一样的，还有呢4个交易日的这一个时间，所以有的这个学员继续的黄竹，继续的拿着。黄竹消失，收阴线跌破确认的，那我们就走了就说明它短期呢已经涨完了，接下来它可能要有一个回踩的一个需要，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形态的，那就意味着呢就是 MSTR 它在这里还没有涨完，那我就拿着等到9号 K 线来了之后呢再说。这个呢是讲它的 MSTR， 接下来给大家去讲一下它的一些关键的这一个价格刚才给大家讲到的就是 0.382 的这一个价格，看一下它能不能再来一个阳线，而且最好是一个中大阳线，确认了这里突破有效，这个价格能再来一个中大阳线确认突破有效的，那基本上呢下一个价格的话，我们可以往多少？往 0.5 的这个价格，大概来讲它会去到呢139块4毛1的这个阻力位去了。所以 0.382 的价格就决定了呢 MSTR 这一波行情它究竟涨没涨完的一个问题，没有说反过来再收阴线给它跌破的，那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往139块4毛1的价格去。当然这个止盈位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定到呢今天低点的这一个位置，大概来讲118块4毛5。反过来阴线给它跌破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止盈离场。没有给它跌破了的话呢，那我觉得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下。暂时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没有反过来给它跌破的，你就拿着。
反过来给它跌破的话，那我就止盈离场。当然在这里也有学员问到的啊，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一个行情广播啊，究竟呢是怎么样的去进入到学习当中的。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去讲一下，如果说我要参加这一个行情广播的话呢，可以怎么样去获得。那第一个方式的话呢，就是你直接呢就是加入到我们的这一个内部学员，也就是说弟子班身上。那么弟子班的话呢，可以直接的在这一个行情广播频道里边进行长期的一个学习。那如果说我不是弟子班学员的，也想要去参加的话呢，那你可以加入到我们 YouTube 的铁粉频道当中。因为 YouTube 铁粉频道的话呢，它会有1个月的免费行情的一个体验。铁粉频道的话呢，会有4个福利啊。第一个福利就是技术分析的一些进阶的视频，每周呢会有1根视频去告诉大家一些进阶的内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直播的优先整股福利。那第3个呢，会有一些内部课程的系统学习。那这个呢，是作为我们的这一个铁粉啊长期享有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第4个的话呢，就是会有这一个行情广播免费的1个月的这一个体验。所以如果说我想要加入到铁粉的啊，你可以干嘛？点开我们的描述栏，在描述栏的第2个链接就是铁粉的这一个链接，点击加入完之后呢，可以截图发给我们的助理，然后呢去领取这4项福利。好吧，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 LITE 的话，我们在前期的这一个视频当中是不是给大家讲过？就一个点 LITE 的话呢，当时在这个位置收到了一个反包阳线的时候，我就给大家讲过，你的操作策略要么呢你就等一根阳线突破呢这一个反包阳线当中阳线的这一个高点，形成了一个向上的变盘，那我可以进场。要我已经提前进场的，你就以这一个缺口下沿的位置作为一个防守位，反过来给它跌破的情况下我就离场，没有的话呢你就拿着。就为什么一定要设置好防守位啊？因为防守位是防止你干嘛卖在它启动的一个位置。就如果说我可以卖在这一天最高点，那没有问题，我就觉得很厉害。但问题是我没办法卖在最高点的时候，那就不要让自己呢卖在这一个启动的前夜。你看一下，当时你在这一根向下的跳空的这一个假阴线，还是一个当真的这一个形态的时候，你但凡在这一天离场的，然后今天这一根6%点多的一个阳线，它可能就跟你没关系。所以要么呢你就让自己卖在一个相对高位的位置，要么呢你就不要让自己卖在启动的前夜，给自己设置好防守位。阴线反过来给它跌破的，那没办法，我就止损出局；没有跌破的，那我就暂时的再去拿一下下。稍微比较好的一个点 LITE 呢，它在这一个位置收到了一根呢当真的这一个形态，并且它在这一个周二的时候收了一个阳线，突破了当真的这一个低点，形成了一个当真探底的这个形态。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啊，所以有学员选择在这里进场的话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设置好防守位就行了啊。防守位我觉得仍旧我会把它定到这个缺口下沿的位置，大概来讲是在823.7块。你觉得它比较低的话呢，你可以定到这一个缺口的位置也行啊。我觉得这2个价格呢定在这一个防守位，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因为它最近呢波动比较大，你的这个防守位定得太高的话，你很有可能会把它震出去啊。那如果说你能承受多一点点的这一个止损的，那你可以定到这一个缺口下沿的位置，它就差不多了。那么已经进场了的话呢，那你的防守位我仍旧会把它定到这一个缺口下沿的一个位置，大概来讲823.7块啊。当然你觉得这个缺口会比较低的啊，你想要定的稍微高一点点的，你定在这个缺口的一个下沿也行。我觉得2个的这一个差额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如果你能享受但如果你能承受多一点点的止损的，你定在这个缺口下沿，我觉得是 OK 的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然后的话呢，没有反过来给它跌破的，我就拿着；反过来阴线给它跌破的话呢，那我就止损出局。那上边的这一个主力位的话呢，第一个关键的位置应该是在0.618的这一个价格，大概来讲898块1毛8左右，这也是前期的这几个呢这一个高点的这一个位置，所以这里的阻力应该是稍微比较大的啊。好吧，这个是讲到的 LITE， 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 APP。APP 的话呢，我觉得本来我是在想着就是等它走到9号 K 线的时候呢，再跟大家去讲，因为我觉得它跟当时的这一个 circle 啊，就在底部呢8月初的这一个阶段起来的时候是比较像的啊。都是跌到了这一个9号 K 线，并且的话呢出现蓝烛的这一个信号。但本周的话呢，它才结构期但是我本来是不想跟大家讲的，我是等到它9号 K 线再跟你们讲。当然没想到它日线上呢
已经价格便宜确认了，所以拎出来跟你们说一下啊。APP 的话呢，目前是处于一个下跌结构期的一个阶段，而且周线上的话也已经进入到这一个聚宝盆啊，有在酝酿这一个聚宝盆了。那就说明了这个位置，如果说它周线上能确认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底部的话呢，它肯定不会比这个底部要差啊，因为相对来讲，它应该这里是属于一个小的一个底部，所以如果说呢，这一个 APP 它可以在周线上它能确认的一个情况下，聚宝盆呈龙层下边的位置上穿形成加速状态的，那就预计的来讲啊，周线上它应该要具备这种大的波动的一个机会了。那如果说它在这里没有确认的啊，然后这个聚宝盆也没有出来的，那我们就再等等。当然我可以把它呢放到我的股票池当中去关注，因为这一个底部都是等来的啊，不是说等它涨起来了之后我再去关注。你要在底部的时候，你就要伏击好，看一下它假设说走了一个8号 K 线、9号 K 线之后，看一下这根9号 K 线能不能是一个底部九啊？能是一个底部九的，那么它最少来讲也会有2到3周的这样的一个行情。那这个是 APP 的周线 ，APP 的这一个日线的话呢，稍微比较这一个遗憾的点就是它的聚宝盆形态仍旧在酝酿的过程当中没有起来。好的点无非是它今天收的这根阳线已经呢突破了白色 K 线的这一个高点，形成了一个价格便宜的一个确认。为什么一定要去确认呢？你给大家看一下啊，从这个高点黄竹销收阴线跌破确认到现在，你看一下啊，它在这里蓝竹消失，但是没有突破蓝竹的这一个高点，没能确认，所以它不构成一个买点。再往下去跌，蓝竹消失收阳线突破了，然后呢涨完之后调下来的时候没有跌破蓝竹的这一个止损价，又再一次反弹了一下，最后的话呢打到了这一个飘带1/2的位置之后呢，收到阴线开始呢跳空下跌，包括这里也是一样，价格便宜但是没有确认，价格便宜都是没有确认的，所以一定要等到呢它确认了之后呢我再去进场。那目前来看 APP 在这个位置呢它已经收了一个阳线给它确认，但是它要注意一下啊，它的飘带是一个空方带，而且空方带的这种状态的话还是一个呢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那就意味着如果说你要去做它的话呢，那你要注意一下，就是在这个位置当中，你只能轻仓的去做反弹，不能重仓的去操作啊。就是说我轻仓的玩一玩没有问题，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要设置好防守位，防守位可以定到白 K 的低点，大概来讲297块5毛钱左右。反过来给它跌破拉倒，那我就止损出局。没有跌破的情况下，那你暂时再去拿一下，看一下第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能补的，再往上去看大缺口。好吧，那这个是讲到的 APP， 最后来看到的话呢是 AMAT 啊，有个学员去问到的一个股票啊，属于半导体当中的啊。AMAT 的话呢，它现在也是一样，就是出现了机构低吸的这一个信号，而且是一个下跌结构6了。当然稍微比较遗憾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它都还没有确认的一个状态，没有确认那就说明了它还没有跌完，它还没有调整完，那我就继续的等等。而且它龙头引力的话呢，它距离这一个下边的聚宝盆已经属于一个比较低位的一个状态，看一下它能不能再往下调一调，出现一个聚宝盆再向上，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形态，那才能意味着一波大的这种行情的一个到来。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形态的，哪怕它在这一个位置机构低吸转为做多，那它也只是一个反弹行情而已，而没有呢能构成这种反转行情，那我呢就再等等。好吧，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内容。那如果看到这里觉得有问题的话呢，记得给 Josi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